世界银行下调全球经济展望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选股策略应该怎样？这就今天的话题。前不久，世界银行公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报告，并且给出了全球经济全面下调的展望。So things have gotten, unfortunately, much worse than what we expected. 可以说，全球经济体在未来的经济增长几乎都被下调。We were expecting a slowdown. That slowdown is much more pronounced now. Growth is going to go down to 2.9% at the global level. Last year it was 5.7%. So global economy is facing overlapping crises. Of course, we have the war in Ukraine and its repercussions. We have increasing interest rates, tightening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the third crisis that's still with us is the health crisis. 除此以外，世界银行也表示，随着全球的加息周期的来临，外债积累较高的地区还有债务违约的风险，大幅放缓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胀，让人们联想到了70年代的滞胀时期。现在的情况让滞胀的风险越来越大。在报告中也指出，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一些国家想避免衰退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连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也警告，美国可能面临长期的高通胀。耶伦的警告也让投资人更加担心美联储会超预期加息。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宽松和收缩会直接影响通胀。这是1875年到2019年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和 CPI 的走势图，可以看出，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 CPI 都和货币供应同步，除非遇到重大的历史机遇，出现了商品的大量供应或者劳动力的大量供应，比如新大陆的开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等。所以对抗通胀的有效手段一定是降低货币供应。其实一般情况下，技术可以让更多的商品价格降低，但是技术有时候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如果遇到战争或者投资不当导致的效率降低，会让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产生通胀。在历史上，大通胀时期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的宽松和供应链的瓶颈。即使供应链瓶颈会随着时间得到缓解，通胀率不再升高，但是大多数东西的价格或许永远维持在高位，因为整个金融系统中货币量已经提高了。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高通胀时期，尽管之后通胀涨幅回落，但是价格还是永久站上了高位。那么在通胀压力持续攀升，美联储以及全球各国央行持续加息的环境中，哪一类资产会表现得好一些呢？我们首先要认清的是，现在的大环境是高通胀伴随着低增长，全球滞胀的风险极高。在这种时期从事投资的难度很大。尽管最近中美股市迎来了一波超跌反弹，不少板块持续轮动发力，但是目前的风险依旧很高。全球的经济增速已经显著放缓，而通胀还在持续。尤其是最近通胀开始传导到亚洲，疫情也并没有被100%的遏制，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还在持续恶化。除了认清现实，我们还应该了解到，在经济滞胀时期，通常债券和现金表现都很糟糕，股票也并不是太好的投资对象。在历史统计中，房产和大宗商品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往往相对更好。如果看股票类资产，其中价值类公司的表现要强于成长型公司。在2022年上半年，价值股下跌了 1.1%， 标普500下跌了 8.4%， 成长股下跌了接近 14.1%。那么到底如何区分价值股和成长股呢？一般情况下，价值股具有这些特点，比如低估值、低 PE、强劲的自由现金流、稳定的盈利、定期分红，而且公司的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而公司的业绩波动也相对较小。这类公司主要有能源、金融、医疗保健，还有工业类企业。那么成长股一般是高估值，通常是高 PE， 自由现金流较少，公司盈利很低，或者干脆没有盈利，只有潜在的高增长预期，业绩波动也很大。这类公司主要由科技、通信类以及非必要消费类企业组成。如果观察从1982年到2020年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最近10年，成长股的表现要远远超过价值股。在这之前的2000年至2007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价值股的表现显著超越了成长股。在这之前又是成长股的大牛市。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就会发现从1930年起，大部分时间里价值股的表现都超过了成长股。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加息的环境下，在市场复苏或者在通胀的环境中，价值股会伴随着企业长期的盈利记录而表现较好；而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在牛市里，
或者在通缩的环境中，成长股伴随着公司的收入的增加而大幅上涨。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加息以及通胀的环境，在这个时期，企业实实在在的盈利要远比营收要宝贵。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增收不增利的企业会被市场无情的打击。在这个时期，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除了公司低估值有稳定盈利之外，还需要看公司到底有没有能力把生产成本的增加转嫁给消费者，还不丢失客户。在通常情况下，产业链上游的企业会好一些，他们往往只负责提供或者生产所需要的材料，而下游的企业往往更困难，因为他们需要制造和销售这些商品。所以有不少专业人士也表示，价值和周期类企业是现在投资的重点。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呢？你手上都有哪些板块的公司？下一期我会具体分享一下我个人看好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